公主，世子已经在外头站了1天1夜了，他旧伤未愈，要是淋血染上风寒，耽误了明日的殿前封赏，可如何是好？更何况世子也是被人算计，才会同那农女有了关系。您就看在世子诚心认错的份上纳了他吧，左右也越不过您的位分，岂不是吗？的确越不过我的位分，可我却在前世将那叫梦央的农家女迎进门后，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公主可知自己为何一直难有子嗣，缠绵病榻？是书宪，他说您害我一个孩子，这辈子该用无所处来赎罪，所以他专门送给了您一个香囊，您时时闻着，又怎能有孕？姐，你骗我！阿央，你在里面吗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不能伤害我肚子里的孩子呀！阿央，你没事吧？圣之丸，我可是当朝公主，你怎可伤我？皇上已下令将你贬为庶人，现在你的命连路边的一条野狗都不如。不会的，父皇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哼，本王拥兵10万，全居1品。公主殿下，你说你的好父皇会选谁？公主，您笑什么？难道你想通了？不过这事儿本来也怪不到世子身上。前世我怎么没有发现？跟了我20多年的心腹，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爱上了我的夫君。公主，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，随本公主去看看这薄情寡义的世子殿下齐书宪、梦央。这一世，我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之婉，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，但阿央是无辜的。你以前总说世间女子艰难，她这样的身份，若是我不娶，就是要将她活活逼死。难道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女子去死吗？再说了，只是一个名分而已。我答应你，以后绝不见她。当初我为了你，在紫圣殿外跪了3天3夜，不惜以死逼迫父皇赐欢。所有人都笑话我为了一个落魄世子失了智，可我不在意，我只在意你。可你为了他的名分，不惜让我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。名声而已，怎能跟人命相比？如果我给你一笔银钱，保你后半生无忧，你可还要做他的妻？求公主开恩，民女已经失身，若是不能嫁给世子，会被父亲打死的。在现代做了10几年的社畜，老娘好不容易穿越古代，肯定要抱好世子这个大腿。老娘要上位，老娘要当世子夫人，耶稣都拦不住。我说的。既如此，焕竹去请宋太医配一副绝色药来。等等，这公主这么恶毒吗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！难道老娘要出师为洁身先死？老娘还没发挥自己的茶艺呢。之婉，何至于此？一个名分而已，你日后又不见他，再加一层保障，有何不可？夫君觉得不可以吗？还是这位孟姑娘早有身孕，你们瞒着我，只想等着瓜熟蒂落，让我不得不接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前世孟央快临盆时被幻竹推下水，以致受惊早产生下死婴，又因幻竹是我的人，让我这毫不知情的人背上了善妒狠毒的马，真好笑。是，阿央的确已有3个月的身孕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哪怕以军功相比，我也会对他负责。所以你站在这儿，与其说是求我原谅，实际是在逼我答应，甚至还想瞒着我，让我不得不接受你跟别人的孩子。我也是怕你知道了伤心。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还不给世子和孟姑娘撑伞！母亲，一个有伤，一个有孕，居然还要在这儿被人搓磨。你也是，都要当爹的人了，怎么还分不清轻重缓急？
母亲教训的是。之婉，不是母亲不向着你，这事儿虽是书宪不对，但你与她成婚2年无所出。这位孟姑娘有孕，也是替你为国公府开枝散叶，你怎能这样擅妒，居然让她跪在雪中？母亲可是忘了，大婚当日世子便赶赴战场，我同他连房都未曾圆，如何有孕？那这也是国公府的大喜事。听母亲的意思，我不仅要同意孟姑娘进门，还要允许她生下孩子。毕竟是活生生的一条性命，若拿掉，与你名声也不好。母亲常说，国公府是最注重脸面礼仪的家族。若是我同意孟姑娘进门，那国公府第一个曾孙辈居然是从妾肚子里爬出来，传出去，恐怕有损国公府的脸面。还是说，母亲觉得国公府的脸面根本不重要？无妨，之婉，我已讲好，等阿央的孩子出生，就养在你的名下。没错，之婉，你不必受怀孕生产之苦，便能白得一个孩子。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你就答应吧。看来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。既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就先回去歇下了。呸！果然还是改不了皇家公主的做派。等回头再好好教导她为人儿媳的规矩。公主，就算您要罚奴婢，奴婢也有话要说。世子和老夫人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您是公主，未嫁之前金尊玉贵，可自从您嫁到齐国公府，奴婢从没见您真心笑过。说是让您管家，可这国公府不过是个空壳。国公爷和国公夫人还要处处讲究排场，处处让您用自己的嫁妆补贴。还有大小姐，作为国公府的出嫁女，整日为夫家的事指使您。二小姐穿戴要最好的顶针楼，二少爷不学无术，也是您求杜大儒收下他做学生，破格入学青云书院。还有老夫人的病，所有的药您都亲力亲为，林林总总，您费了多少心思？您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他们不仅不念你的好，还要逼您认下妾室的孩子。公主，这孩子您不能认，若是认下，以后您的孩子可就不是嫡长子了。你说的对，从前是我眼盲心瞎，看不清齐国公府是个豺狼窝，但如今我看清楚了。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会彻底离开这里。公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会求父皇赐我和齐淑宪和离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当初害过我的人，我要一一全部讨回来。行了，想不通就别想了，去将我的嫁妆单子和私产契约都拿过来。可这些一向都是幻竹姐姐在管，她刚才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她还能去哪儿？左右是去给齐淑宪献殷勤去了。罢了，装匣子下还有一把库房钥匙，提前去取来吧。当初您出嫁，太后娘娘共为您准备了168笼嫁妆，压箱底的现金16万6千两，最繁华地段旺铺8间，宅子和庄子各6套，良田88顷。这么多东西，早就超出了公主的嫁妆范围。祖母定是怕我后悔，才掏空私产为我准备。她全心全意为我好，而我上一世竟因为她多说了齐淑宪几句，连她去世都没去看我。祖母该多伤心！好在现在还不算晚，我可以在那个骗子道士入宫前救下祖母，让祖母不再被毒丹药所害。公主，公主，念完了。这2年补贴在齐国公府的东西有多少？您补贴在齐国公府的银钱共计2万3千两，首饰、物品、书画摆设等几乎都被国公府的家眷们借光了。好一个借字！这国公府真是好啊，个个都当本宫是软柿子任意拿捏。既然是借的，那就让他们都给本宫还回来。听兰，把国公府动过的东西都列出来，还有库房里的东西都找人过过眼。好，让幻竹进来。幻竹啊幻竹，
前世你为了齐树县杀我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你怎么能碰这些东西？自是本宫让他碰的，怎么还需要知会你不成？公主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打小就跟在您身边，10几年兢兢业业，处处为您考虑。您不跟我说一声，就让人碰我给您管着的嫁妆单子。若是公主觉得奴婢哪里不好，您直说就是。不如你先告诉本宫，方才你去了何处，做了何事，见了何人？奴婢去了世子爷的院子，给世子爷送了伤药。对了，奴婢还听到齐大小姐回府与老夫人道您的不是，骂得很是难听。但世子爷是向着您的，他是个顶好的夫婿，公主大可放心。幻竹姐姐，你怎么能没经过公主的允许，擅自？不知礼数的小蹄子！我与公主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公主明鉴，奴婢做这些都是为您好呀。好一个为我好，一句为我好，便将祖母送我的伤药给了出去。不知道的还以为齐书县才是你的主子。公主怎么能这样误会奴婢呢？奴婢只是担心您一直跟世子爷闹矛盾，会让别人趁虚而入，到时候伤心还不是公主您？没想到您却这样想我，真是让奴婢伤心。公主若是觉得奴婢做的不对，就将奴婢打发出去好了。既然你觉得委屈，本宫便不挽留了。听兰，准备马车，送幻竹回宫。公主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奴婢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如今被送回去，哪里还有主子能容得下奴婢啊？原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奴婢，擅自拿本宫的东西送人，本宫还以为你是主子。公主息怒，奴婢真的只是想着世子爷能跟你早日和好，奴婢都是为了您好啊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不该自作主张，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求公主开恩。既然知道自己是自作主张，以后便将你降作4等丫鬟，在外头洒扫伺候。公主，听兰，你去库房取一些药材，本宫酿些药酒，明日一早进宫给祖母送过去。2年未见，她定是想我想得紧。这是庆宁公主吗？生儿，别看了，人家夫君的能耐，咱们几个加起来都比不上。谁说不是呢？连中3员，就在苍南立下大功。我爹说他今日就要入宫受赏，据说陛下有意封他为正4品的延平将军，真是好生风光。确实风光，只不过听说他这次回来还带回了个农女，公主当初绝食都要嫁给他，即便那女人越不过公主去，这会儿也怕是伤透了心。我突然想到还有事没做，这香楼我就不去了。哎，生儿，你们说他可京城第大纨绔，能有什么正事儿？谁知道呢？总不能是为公主抱不平吧？驾！秀姑，这眼见着要入冬了，你说织婉丫头尹斯坦备够了没呀？当初她身上寒毒治好以后，就格外怕冷。唉，那丫头真是狠心，2年了，居然一次都没来看过我，都怪那齐书县。哦，对了，那齐书县这次是不是带了个女子回来？真当我这祖母是死的不成？祖母，你这丫头终于舍得来看我了，快让祖母看看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？是织婉不对，让祖母担心了。织婉不该这么久都没来看祖母的。祖母的宝贝受委屈了，定是齐书县和那农女的事叫你伤心了。放心，祖母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不用了，祖母，孙女已下定决心要与齐书县和离。织婉，可别说气话，一个农女而已，祖母给你摆平了便是。和离这样的大事，不能轻易做决定。孙女思虑再三，和离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在男人心中，痴痴纠缠的女子最是廉价，闹到最后情分没了是小，没准儿连命都没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祖母给织婉准备的嫁妆都快没了。祖母，
我昨日清点了嫁妆单子，快心疼死了。再不合理，恐怕真就被掏空了。你呀，祖母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既你已经决定好，祖母便叫人请你父皇过来。祖母，这件事孙女心中自有成算，齐国公府欠我的东西，我会亲自讨回来。好，祖母答应你，我的侄丸早就该这般了。哎呀，老奴许久未见太后娘娘如此开心了。听说今日驸马入宫受赏，要不要老奴就把他喊过来，太后娘娘再敲打一番，给公主先出出气。他受什么赏？此番他在苍南立功，据说陛下要封他为正四品平颜将军。正四品，他也配？哼，齐书宪这个背信弃义的东西，辜负知婉情谊，又不顾皇家颜面，怎堪配正四品官员？秀姑，去喊皇帝过来。且慢，祖母，父皇论功行赏是作为帝王的职责，要报复齐书宪，孙女自己来便是，莫要为难父皇，免得他又被文臣一封封谏言惹得心烦。唉，这2年齐国公府究竟是如何对你的？我的侄婉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？齐国公府齐书宪年少有为，骁勇善战，特封从五品宣威将军，钦此。宣威将军接旨吧。从五品不是正四品吗？怎会是从五品？宣威将军还不赶紧领旨谢恩？苏公公，昨日陛下的意思啊，不是要封刺我儿做正四品平颜将军吗？怎么今日就变成了从五品？齐国公和世子是在质疑陛下。不敢。外头都在传庆宁公主当初求旨下嫁，惹怒了您跟太后，但您自然是疼爱庆宁公主的。齐世子明知如此，还明目张胆纳妾，未必什么？未必不是居功自傲啊！奴婢看着庆宁公主长大，心疼她呀。当初齐世子答应了绝不纳妾。罢了，一把年纪了，也不怕磕死自己。齐书宪年轻气盛，这正四品的平颜将军的确是有些太抬举他了。哎呀，公子慢点儿，老奴一把老骨头了。苏公公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办妥了。当年老旧主带您进宫，说您回去后就嚷嚷着要娶公主，如今公主都嫁人了，还不死心呐？对他，只要有机会，我永远不会死心。父亲，在先回报，或许这是陛下对我的考验。这件事恐怕有人在使绊子。沈之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沈之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世子这又是发的哪门子疯？你传成这样，不就是进宫告状吗？你一句话就把我在战场上所有的付出都化成泡沫，害我从正四品变成了从五品。从五品？还装？若不是你进宫告状，我又怎么会变成从五品？嫉妒成性，杨洋不过是个弱女子，你究竟为什么非要为难她？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种男人？不过上辈子他拿的确实是正四品，这也是为什么变成了从五品。当日我在战场被敌方探子下了药，是他救了我，因为中药才把她当做你。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被我坏了身子，我负责不应该吗？应该极了。世子当将人，八抬大轿风光引入国公府大门才是。你少阴阳怪气！我都说了绝不再见他，你也答应了母亲，怎么一转眼又去找陛下诉苦？是不是非要他死了才觉得痛快？世子曾许诺永不纳妾，如今却带人逼我接受，视为寡廉，又隐瞒孟姑娘有孕，哄骗我答应她进府，视为贤耻。你这样寡廉贤耻之人，自己不深思自省，反倒怪我将你做的事说出来。
盛之婉，世子，你当真不觉得丢人吗？盛之婉，你别后悔。齐书宪，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看清你。暗指听来，你们从前是有功夫的，但多年未用。我再寻个师傅带你们多练练，之后恐怕多有用处。是，公主。盛之婉，你出来！一个内宅夫人，不好好在后院伺候公婆，居然跑去前朝搬弄是非，害得书县赏赐降了2个大品阶。上辈子我被父皇贬为庶人后，就是他和孟央联合害死了我。世子夫人，您别难为我们。大胆婢子还敢拦！今日你们2人是谁跟着盛之婉进宫的？主动站出来打30巴掌，否则2人一起发外出去。看见没？这国公府是我们齐家的，我们说了算。你贱人，搞砸了书院的赏赐，我看你……你敢打我？怎么敢打我？以前你不都是想着发讨好我跟母亲吗？盛之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打你又如何？从前我就是太讨好你们了，以至于祖母给的嫁妆被你们瓜分，还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齐飞燕，从今日起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盛之婉，哎呀，是不得，是不得！哎呀，快松手，快松手！哎呀，别呀，是不得呀，不能打呀！你们瞎呀，死人啊！打得我头死了，回头把你们都卖了。盛之婉，那是我的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不要脸的是你。这是西域皇室进贡的金镶财宝铜链，大姐姐竟有这等进贡之物，莫不是私底下与西域皇家有联系？有关系又怎么样？反正这东西是我的，难不成因为你是公主，东西就得归你吗？暗指未经父皇允许，私自联络他国皇室，该当何罪？又当如何惩罚？启禀公主，私自联络他国皇室，应当以谋逆罪论处。若是陛下知道了，应当是罚满门抄斩。将人带去大理寺吧。国公之女谋逆，当是大理寺来审。还不动手！放开！盛之婉，你搬弄是非，搞砸了皇上原本要给书县的品阶就算了，居然还想陷害我，让齐国公府满门抄斩，歹毒至极！书县怎么会娶了你这样的毒妇？大姐姐若是不满父皇给世子的赏赐，不如将您看中的品阶说出来，我这就重新换上朝服，即刻入宫，让父皇按照大姐姐的意思办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哪有对陛下不满？那什么叫我搬弄是非，搞砸了世子的赏赐？难道不是大姐姐觉得父皇给的赏赐太低了？一国之君的考量，是不是得按照你的意愿来？我只是按照母亲的意思抓他去祠堂而已，如今怎么扯得这样吓人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没有。私联他国皇室，智慧陛下旨意，数罪并罚，恐怕满门抄斩都不够啊，起码得诛9族吧。可怜了大姐姐的儿子刚满周岁，拖去大理寺吧。儿子，不要！之婉，不，公主殿下，你不是最爱书县了吗？
我是书仙的长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书仙会生气的。我就是要气死他！不行，不可以这样对我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公主殿下，臣妇知错了，求公主殿下饶命。好啊，给你一次机会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身衣服也是拿了我的嫁妆料子做的。臣妇这就还你。大姐姐还要捉我去祠堂吗？不敢。所以，到底是谁应该去跪祠堂呢？是臣妇，臣妇愧对列祖列宗，臣妇这就去祖宗面前跪着认错。慢着，既然大姐姐喜欢算账，那我们就去母亲面前一笔一笔算清楚了。你还有脸见我？作为国公府儿媳，竟因为丈夫纳妾便跑回宫中告状，我们究竟是哪里对不住你了？嫣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母亲，沈之婉竟然敢打女儿，污蔑我们谋逆，要送我去大理寺，还威胁要助国公府九族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既然大姐姐说不清楚话，那便还是请大理寺承方大人来一趟吧。盛之婉，你大胆！身为国公府儿媳，竟敢这样忤逆长辈，构陷姑姐！母亲有所不知，今日大姐姐去我院子大放厥词，一则说西域进贡给父皇的财宝是她的，二则说是此功劳大，父皇赏赐不够。这样揣测圣意的话，说是传出去，母亲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。为了不给国公府招祸，我便替母亲动手教训了她。对了，母亲方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小贱人，竟敢利用皇上威胁我！若这种大不敬的话传出去，恐怕会牵连整个国公府。母亲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觉得我教训大姐姐不对吗？还是说让姐姐捉我去跪祠堂是母亲的意思？怎么会？是嫣儿太心疼弟弟，才会失了分寸。更何况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我们身为臣子，怎能随意智慧？幸好母亲明事理，不过大姐姐这样口无遮拦，还是得长长记性的好。我看跪祠堂这个法子就不错。盛之婉，母亲在这儿，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吗？妄议皇家，揣测圣意，母亲觉得让大姐姐跪伐祠堂很过分吗？自然不过分。大姐今日犯了口舌，就去祠堂跪到晚膳时候出来。我不要，母亲明明是您让我去。放肆！做错事情还不知悔改。来人，将大小姐给我拖下去，罚跪到第二天早上再出来。是。上好的福元昌原茶，只这几片就能抵寻常人家半月花用。看来我这婆母花我的银子真是大方，就连茶叶都要讲排面。嫣儿已经受罚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母亲这话说的，倒像是我指使大姐姐说些大不敬的话呢。我记得我刚嫁进国公府时，母亲说身体不好，我才暂代管家之权。如今想来，婆母尚在，我一个儿媳怎能把控着国公府的一切呢？各院的账目和钥匙，还有我这2年补贴宫中银子的账目，全都在这里。现如今世子归来，若传出去是用媳妇儿的嫁妆补贴宫中，对他名声也不好，所以就将我这2年补贴福利的银子全都还回来吧。盛之婉，你什么意思？都是一家人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为了一个妾，值当闹成这样？是啊，世子夫人，你看外头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？你若是连这都容不下，心胸未免也太小了。嬷嬷这眼睛实在该洗洗了，上下尊卑都分不清。
我可是伺候国公夫人20年的老奴，世子夫人怎敢如此欺我？都说清河崔氏最重礼仪，母亲贵为崔氏女，没想到手下的嬷嬷竟教养得如此大胆。看来明日我还得禀明父皇，问问崔氏究竟是如何教养女儿的。还不退下！是。凡事都讲适可而止，再闹下去，你就不怕舒县彻底厌弃了你？母亲还是尽快将我这2年补贴国公府的花用补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您跟父亲、大姐姐、二妹妹、二弟从我这儿借走的那些首饰头面、孤本书籍，这些也要记得还回来。哎呀，来人呐！国公夫人被世子夫人气得晕倒了。公主，这没事吧？这2年我实是贴身照顾，她的身子早已打好，不过演戏给我瞧罢了。哎，公主，是只小狗崽子。既然喜欢，就抱回去养着吧。谢公主。世子殿下。诗婉，我以为你既嫁给我，就该把国公府当做你的家，把我的亲人当做你的亲人，却不想你却长锅长俭，还言语刻薄，将母亲气晕。我知你气泱泱的事，但终究与他们无关。你既已让陛下降了我的封赏，就该到此为止。现在你就跟我到文熙院去给母亲和长姐道歉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我的妻子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孝顺公婆，天经地义。我刚嫁来，你就去了苍南。你母亲病重，是我日日伺候汤养，揉捏学道。你大姐夫的差事是我求来的，就连他戴的首饰头面都是从我这儿借的。对了，还有你的幼弟齐叔朗，也是我将杜大儒请来为他授课，否则根本没有夫子愿意教他。你们这国公府内，每个人身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样不是我的？如今你想当我的天，让我从你？齐书宪，你觉得你配吗？你身为女子，这些本来就该是你做的。好了，我知你因泱泱有孕的事心中有气。这样吧，今夜我去你房中，我们生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如何？不是，你泼妇！事后若是再想我踏入你院内，是绝技不能的。哼！公主，没事，他不来正好，总归是要合理的，也省得我再找借口应付他。只见那俊俏小生身形灵动，悄然绕至敌阵侧翼，出其不意，骤然发难，一举瓦解声势浩大的6部联盟，又假意落败，佯装奔逃，引敌军贸然追击，顺势设下圈套，将一众势力逐个击破。是好酒，哈哈哈哈！好诗，好诗啊！公主，楼下说的是不是世子退兵那一战？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齐世子不愧是连中3元的大才之人呐！是啊，第一次上战场就有这种严厉谋略。若是再经过几年历练，咱们圣国何惧强敌来犯？那这样厉害的小将，最后只得了个从5品，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你们忘了2年前绝食也要嫁给齐世子的那位天家公主了？
这次齐世子可不只是立功归来，他还带了一位美娇娘。竟是如此，果然为女子与小人难养。这女子善妒起来，可是诸位应是都懂。公主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怎能随意编排你？这些年，您为边关将士捐出多少银子、粮草和伤药？啊！我竟不知，诸位饱学之士暗地里议论起人，居然比市井妇人还厉害。依我看，各位应改名叫长舌书生才对。金玉，休得胡言，还不快来跟众学子们道歉！道歉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们这群饱学之士揣测圣意，又不敢智慧，只敢偷偷摸摸在背后说一个女子的坏话。怎么？你们是亲眼见到了，还是有什么别的证据？你们单凭自己臆想，在这里给人定罪，还不让人说了？我记得你左监督御史家的长子叫什么来着？方少辉。对，你既不满陛下只给齐出献一个从五品，为何不让你父亲上表请奏？还有你，孔夫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指的是两类不同的人，在相处时需要适当的保持距离和分寸。连圣贤书都读不明白，还有脸在这讲话呢？你果然是个纨绔。想不到这商二公子倒是个好人，可惜是个纨绔，不然还挺爱公主的哈。公主，打起来了！那商大公子竟然逼着商二公子磕头认错。本宫的确出身皇家，也的确骄横奢侈，但无知浅薄，耍弄心机。本宫竟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名声。草民在下见过公主。你的意思是，齐世子立功归来，只得了个从五品的封赏，是本宫因为嫉妒作祟？在下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说来听听。公主恕罪，在下胡言乱语，求公主恕罪。既然是胡言乱语，便自己掌嘴30把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你得罪了我，还想我放过你？就算此时放过你，保不齐本宫什么时候心情不好，就去找令尊的麻烦。在下知错，在下知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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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下可说错了。公主这样的娇贵女子，养在深闺内宅，出行奴婢成群，日常所用皆是鼎鼎名贵之物。可曾想过，你们丢弃连看一眼都觉得是粗鄙的食物，是边关将士永远都吃不到的珍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王怀之。御史台王爷是你的父亲？正是。本宫记得你父亲王爷出自元州王室，你既然这般大义，不知可为边关将士做了什么？在下还未入仕，若是入仕，定然能为边关将士争取更多，至少让他们有衣穿，有粮吃。也就是说，你如今什么都没做，那你的父亲王爷入仕多年，又为边关将士做了什么？又或者你们本家王氏又为他们做了什么？我王家办学行商，至少不似公主这般奢靡无度。婷兰，告诉他们，我这个奢靡无度的公主，这些年送了多少粮食去边关？仅仅这2年，公主殿下共送去漠北粮食10万担，西疆粮食10万担，苍南粮食10万担，棉衣3万件，成衣60箱。这不可能！像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内宅女子，
恐怕粮价是多少都不知道吧？按照如今的太平粮价，每担粮500万，加上棉衣和成药，本宫共捐银17万两。这也太多了吧！太多了吧！不可能，你一介女流，哪来这么多的银子？还是公主觉得在下没发啥证，居然连这种哗众取宠的瞎话都编得出来？这算什么？我们公主下嫁当日，嫁妆足足绕城10里，要不是这2年补贴了齐国公府几万两，公主还能捐出更多。什么？想不到齐国公府竟然穷到要用公主的嫁妆，穷到要用公主的嫁妆。干得好，平兰，就这么宣扬。我看齐国公府之人还有没有脸面拖着我的嫁妆不还。嫁妆向来都是女子的脸面，我所识得的女子，哪个不是使劲往自己嫁妆里填东西？捐，你怎么舍得？你这人当真是可笑至极！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却自诩家国大义之士，把声音喊得高高的。别人做得了，你又以己夺人，真当我家公主跟你一样？也不是无法查证。本宫记得商大公子的父亲商将军和几位戍边元帅都有往来。说是不信，你可以问问商大公子。本宫每次捐赠时都用盛世堂的名号。商兄，此言可是当真？这公主大义，原来盛世堂是公主的产业。在下替父亲及边关将士感谢公主大恩。什么？这事居然是真的？商兄，你莫不是看她是公主，故意偏袒于她？皇兄若是不信，可随我回府拿家书一观。家父的确常说，盛世堂捐助粮草棉衣，数量与公主所说分毫不差。怎么会这样？是我们错怪公主了。看来齐世子能打胜仗，背后也离不开公主的支持啊！公主太仁慈了。大义，多谢商大公子为本宫作证。既如此，王公子打算如何向本宫赔罪呢？公主殿下，对不住。王公子一个未入世的白丁，一句轻飘飘的道歉，还没有那么有分量。你待如何？你身为王家长子，应该也有些许私房钱，拿出2000两，在京城贫民窟施粥就好了。记得在施粥的粥棚上，务必将本宫的名号写出来。多谢公主大恩。见过公主。金玉，不得无礼。公主，舍弟向来顽劣无礼，请您不要跟他计较。商大公子说笑了，本宫倒觉得商二公子说话坦荡，性格直率，倒比一些背后论人是非的虚伪之徒真情实感得多。公主教训的是，以后我等定谨记今日教训。既如此，就请商大公子给商二公子道个歉吧。这个公主真是难缠，刚刚才帮了她，转头就为难上我了。怎么，商大公子竟是不愿？外人都传商大公子君子谦谦，温润如玉，尤其对非异母所出的同胞兄弟护有之计。原来都是谣传。果然，还是从前的他，嘴巴又毒又可恶，却字字句句戳在人最痛处。道歉就不用了，我欠各大酒楼茶楼的银子，共计3000两，就请大哥替我还了就是。3000两，我1个月月钱才5两，我要不吃不喝600年才能攒够3000两。这商二公子
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。一言为定。公主殿下这么为在下撑腰，莫非爱慕在下？我知道，聚贤茶楼是你的私产。商二公子仗义直言，本宫自然要投桃报李。本宫今日来此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商二公子。为什么？商二公子人中龙凤，却因生母出身商贾，便被家族一直打压。既如此，二公子何不找个同谋呢？但凭公主差遣，公主，那商二公子就是个纨绔，你为什么要找他做同谋呀？前世商玄玉不知惹了什么祸，被赶出家门，从此以后便再无踪迹。再出现，就是东部大乱，东倭海船乘虚胜去，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玉家军异军突起，打得倭人节节败退。直到玉家军将敌后逼出圣火，众人才知玉家军的统领为商玄玉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他可怜罢。公主，万宝阁到了。请。哦，本宫让你寻的人，可寻到了？回公主，寻到了。小人按照公主的吩咐，去了那廊门巷子，果真见到了国公爷的贴身小厮孙峰守在外头。小人守到有时，才见人从里面出来，却是国公爷无疑。那里面住的可是国公爷的外室？公主英明，却是国公爷外室陶氏，而且那个陶氏怀孕了。什么？整个京城都把国公爷看作爱妻模范，没想到他竟然养外室，还有了私生子。咱们的齐国公夫人不是说，不必经历生产之苦就能当母亲，是天大的好事吗？既然如此，这样的好事，她这个儿媳自然不能独享。公主的意思是，3日后，齐国公夫人要去奉国寺上香，想办法让她和陶氏见上一面。是。公主英明。另一件事办得如何了？回公主，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连夜让人写了出来。您过目。不错，你将这画本送到苍南和京城附近，找名气大的说书先生，让他们把故事传扬出去。可是公主，这画本上的明显是齐世子和那孟央的故事，您这不是在为他扬名吗？急什么？不是还有下卷吗？俗话说，登高一跌重。既然孟央想要扬名，那我便帮他一把，就怕扬得太高，他自己接不住。哦，是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你去宋太医府上送个口信，就说从今往后再也不用来国公府看诊了。是。从前为了齐书县付出太多，如今既然准备和离，无论是钱财还是人情，我都要一一收回，绝不会手软。夫人，为夫今日公务繁多，实在走不开，下次一定亲自陪你去上香。国公爷跟夫人可真是恩爱，就这么一会儿都舍不得分开，国公爷还眼巴巴的送出门来呢。你这老奴，就你多嘴。国公爷回去吧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我看着你走，我才放心呢。一定要保护好国公夫人，听到没？是。
走，去找婉儿。是。这国公爷可真是大胆，竟敢在夫人的眼皮子底下私会外事。森严古寺，偷养外室，没有男人不爱刺激。走吧，我们也去看看这场好戏。求菩萨保佑我们家老爷。夫人，夫人，咱们现在回府还是？听说凤国寺后山的红梅开得艳奇，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观呢。今日这香烧得漂亮，想必是有神明护佑。难得出来一趟，咱们也去后山转转，沾沾神明的福气。是。都准备好了。公主放心，保证国公夫人一到后山就能看到颠鸾倒凤的好戏。如此甚好，我的好婆母啊，抚养别人孩子的好事，你可得好好接住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这凤国寺的红梅果然名不虚传。大胆！佛家庄严，竟然有人在这儿白日宣淫！来人，将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给我捉来！是。快！你们干什么？大胆！见了齐国公夫人还不赶快跪下！齐国公夫人，参见齐国公夫人。自圣上登基以来，尊崇佛教。而你们这对狗男女竟敢白日宣淫，打扰佛祖清寂！来人，将这两个贱人拖出去，杖打30。夫人，不对呀，看这男子的穿着打扮，怎么有点像国公爷呀？看身形体量是有些像国公爷。但国公爷此刻正在府里办公呢，怎会出现在此处？来人，还不赶紧拖下去！夫人饶命啊！夫君在外行商，与民女已经1月未见，我们2人是在情难自忍，所以才……您就饶过民女一回吧。恐怕这不是什么夫君，是你的奸夫吧？今日本夫人有闲情，便好好教导你礼仪规矩，也算是你的福气。来人，将这偷情的贱人进猪笼！不行，民女已有3月身孕。原来还有了孽种，看来不用进猪笼了，即刻杖杀！不！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你不安于世也就罢了，可你挑男人的眼光竟如此差，你这奸夫真是窝囊！你舍命为他挨打，他竟然一声不吭，竟然连头都不曾抬，如此薄情寡义的男人，简直猪狗不如！依我看，这辈子死后下地狱，都要被判官打入18层地狱！见血了，见血了！怕什么？死了便死了。头娘啊，头娘！哎呀，国公爷！你这贱人，竟敢辱我妻儿！我要休妻！这是你的外室，齐国华，你竟敢豢养外室，我跟你没完！若非你生性善妒，我又怎会想出将人引分外的方法？今日我便要带头娘回府。你敢！我母族可是清河崔氏，你若敢纳妾，我定让母家在朝堂上参你私德不休！你不过崔氏旁支，给我摆什么闺女架子？刚嫁到国公府时，才3抬嫁妆。若非国公府这些年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你怎会有今日的威风？头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若有个3长2短，下半辈子你就到佛堂忏悔吧。来人，快找大夫！公主，这国公爷说话也太难听了。国公夫人好歹为他生儿育女，他怎能为了一个外室休妻？天下男儿多薄幸，这国公夫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
3更半夜，世子有何贵干？你能否为了母亲去求一求宋太医？母亲快不行了。世子觉得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心跟我说笑？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出事？世子请回吧，你的忙我帮不了。好，盛之婉，你好得很。哼！公主，奴婢请您不要再耍脾气，跟世子置气了。宋太医那不过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，世子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您就将人气走。若等到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，再后悔可就晚了。公主，你就听奴婢一句劝吧，奴婢都是为着您着想啊。这么说来，本宫还要感谢你，这么替本宫着想了。奴婢只是尽了奴婢应尽的本分。有句话你说错了，本宫会不会后悔不知道，但是你注定要后悔。什么？既然你闲到连主子的事情都要管，那从明日开始，平兰局所有的公统都由你负责涮洗。这可是最低贱、最粗鄙的丫头都不屑去做的事，公主怎能如此折辱我？来人，把她给我丢出去！公主真的要唤住姐姐去涮洗公统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比起本宫这个主子，她倒是更关注齐书宪一些。世子，公主的意思是唤住姐姐爱慕世子。公主，您对她这么好，她怎能备主？依奴婢看，您就应该把她发卖出去。无妨，若要好戏开场，怎能缺了条好狗呢？世子，公主已经睡下了。你确定她已经歇下了？是。好得很。既然她要闹，我倒要看看她忍不忍得住。去未央院。世子怎么来了？在写什么？没什么。想不到他竟这样爱我。世子不是已经答应过公主，以后绝不再见我的吗？世子不该来的。之婉性格执拗，今晚我留在这里，给他点教训。都听世子吩咐。等他认识到错误后，还需要你去向他解释今晚的事。世子，奴婢不才，也是略懂些医术。听闻老夫人急症，奴婢愿意斗胆一试，替世子照顾好老夫人，以示孝心。我和孟央相识不久，他便能想我所想，赶我所赶。盛之婉，你当真不知好歹，如此便有劳你了。盛之婉，你贵为公主又如何？只要世子的心向着我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世子，昨日我照顾老夫人一夜，现在她已苏醒，待会儿您可以去看看她。有劳你了。昨夜我缩在你院里的消息，盛之婉可知道？知道了。若他能有你一半懂事，那就好了。待会儿我就去管家那里支1000两银子，为你打造首饰，如何？多谢世子。什么？没钱？是啊，世子，咱们府中只剩下200两现银了。府中怎么会这么穷？以前那些田产铺子了，再不济也该有些收入吧？铺子，世子忘了，以前树郎少爷沉迷马术，跟人赌马，把府里几间铺子输去大半，田产收成也不好。国公爷听闻有富户收地，便高价卖出了。那这些年的花销都从何而来？花的都是世子夫人的嫁妆呀，花的都是世子夫人的嫁妆呀。这些年老夫人吃的药
大小姐的头面首饰，舒郎少爷的学费都是从世子夫人的嫁妆里出的。现在世子夫人不管家了，这钱老奴也不知道向谁要去。老夫人每月单要才就要500两。你大姐夫的差事是我求来的，你大姐姐的首饰头面都是从我这儿借的。对了，还有你的幼弟齐树郎，也是我将杜大儒请来为他授课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世子啊，这个月的月钱银子明日就该发下来了，您看……我要去找母亲问清楚。啊？这次书宪做得不错，我原先害怕他一时心软，以后压不住媳妇儿，让人看了笑话。早该如此，那慎之婉就是被骄纵坏了，不仅善妒，昨晚您病危，竟敢不来市集，幸好孟央精通医术。哼，等着吧，以后有的是法子收拾他。不过因着你父亲那事儿，原本舒畅的胸口又有从前那种闷闷的感觉。往日有盛之婉按摩经络还好些，如今他耍性子不肯来了，真是太不孝了。他随便按那几下能起什么作用？我看母亲回头还是让孟央再来瞧瞧才是正理。母亲，管家说这些年府中用的都是之婉的嫁妆，这事可当真？用她嫁妆怎么了？她嫁妆如此丰厚，便是3、4个齐国公府加起来，挥霍个几10年都花不完。这一切竟是真的？你怎么可以动她嫁妆？唉，也怪母亲不争气，身子不好，长期吃的药材也甚是名贵，才让之婉补贴了些。没成想，如今让你为难了。什么你的他的？他既已为人妻，便该与国公府荣辱与共。当初父亲刚为官时，母亲也是将自己所有的嫁妆都拿出来给父亲打点，供养我们这些儿女吃喝。你可听过母亲有过一句怨言？夫妻间本就该相互扶持，你父亲仕途顺畅了，挣的还不是交给我？若事事都计较，情分就淡薄了。母亲说的是，之婉还是太过于公主性子，自私自利，气量小，格局小。婆母病了，她补贴一下又怎么样呢？我往后立了功，为她挣回来的，又何止那点小利？我这就去找她，让她重新执掌钟馗。站住！你昨日去了孟央的院子，盛之婉心中定然很急，你要稳住，让她自己来找你，这样才能拿捏住她。到时候你再提此事，她定会答应。可儿子今日要宴请军营中的一些弟兄，还要给孟央打一套首饰，需要2000两。母亲这里给你妹妹存了嫁妆，2000两还是有的，你先拿去。谢过母亲，待儿子的封赏下来，立刻归还母亲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缺了妹妹的嫁妆。世子，小的听说，您原本应该得的是正4品的封赏，就因为家中有个杜父，害你变成了从5品。哎呀，要我说，公主又如何？既是自家婆娘，该打就打，该教就教，连孟姑娘那样善良的女子她都容不下，真是恶妇。大虎喝醉了，扶他去休息。哎呀，我没醉。世子，我张大虎这条命是孟姑娘救的，要是没有她，我早跟二虎一样草西国留在苍南了。所以我记着孟姑娘的恩，谁要是欺负孟姑娘，就是我张大虎的敌人。是啊，如今外头的话本子都传遍了世子和孟姑娘在军中的故事，你们就是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啊。就是，孟姑娘就像那菩萨似的，公主那杜父有什么值得世人称颂的吗？世子爷，您可得好好待孟姑娘。放心，本世子一定会护着泱泱的。您是齐世子，世子果然后代将士们夫妻同心。如此看来，庆宁公主为边疆捐粮食、药物、衣裳的事情也不会作假了。捐粮？世子难道不知吗？昨日在聚贤茶楼的事情，京城已经传遍了。公主以盛世堂的名义，2年间共给边境各城捐了30万担粮、3万件衣裳，还有药物、银钱等等，不计其数。他竟捐了这么多东西啊！我本以为2人是夫妻同心，一起做善事，如今看来是公主自己的善行。盛世堂，我有时候会帮梁元帅做一些琐事，登记各富户乡绅捐的粮草、棉衣、成药等。这个盛世堂捐了好多次，
梁元帅还想结识一番盛世堂老板呢。世子若是认识，可写信为梁元帅引荐引荐。看来庆宁公主所言非虚，只恐怕这些善举与世子无关，打扰世子与部下畅饮，在下先告退。这套点翠香珠头面纱，最大的粉珠被换过。这幅画亦是仿品。这只冬青釉六孔瓶也是假的。太过分了！公主的嫁妆居然被人换了这么多。世子爷，据那些人说，世子夫人这2年至少捐赠了17万两军粮物资。原本大家猜测是您的授意，但刚才那人出去后，到处说您根本不知道此事。17万两，盛之晚，你竟如此败家！国公府库房只剩200两，你竟眼也不眨，将那么多钱给了陌生人。世子爷，您去哪儿？去找他算账。公主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世子有什么事在这儿直接说，不要动手动脚，更不需要进屋。本宫与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说。你是不是真的捐了17万两到边疆？怎么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是。你这些人是谁？让他们先出去。这些都是本宫请来的人。若世子觉得你要说的话他们听不得，那便不要说了。我家事如何能与外人知晓？若是他们传出去，只会对你名声不好。你只是怕对你们国公府的名声不好吧？不就是知道了本宫捐银子的事过来质问吗？那是本宫的嫁妆，本宫愿意捐也好，送也罢，与世子何干？你世子来的正好，本宫刚好有话要问。这些原本可是好好的玉子嫁妆，都是出自宫中的物件，怎么平白无故都变成了假货？胡言乱语！你的嫁妆都在库房里，要是有你的人看管，怎么可能变成假货？就算变成假货，也是你的人出现了问题。幻竹，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前段时间，舒朗少爷常常来库房中寻找书画观摩，中途说渴了热了，便将奴婢支开了几次。除此之外，奴婢发誓再没放过其他人进去。够了，盛之晚，你非要闹到国公府所有人都不得安宁才罢休是不是？舒朗才10岁，乖巧孝顺，对你这个嫂嫂更是恭敬有加。你为了泄愤，竟连他的名声都要败坏。乖巧，上一世他可是害死了不少无辜儿童，小小年纪便痴迷赌博，还差点让人将我侮辱。我是不是败坏他的名声，一查便知。不行，这件事绝不可能是舒朗做的。你查他，让外人怎么想？国公府如今很缺银子吧？什么？刚才你怒气冲冲过来质问，不就是因为我捐了银子，而世子觉得那些银子本应该用在国公府，不是吗？荒唐！齐国公府什么时候需要你的嫁妆了？那世子爷刚才怒气冲冲进来质问，那且不管。你这样做，不就是因为我昨日去看了梦妖吗？你怨我恨我冲我来便是，何必牵连我家人？更何况，舒朗只是个孩子。齐国公府家风清正，那齐舒朗只是个10岁孩童，应当做不出来偷换嫂子嫁妆这样的事儿吧？难道真是公主她？我只是想查清楚谁换了我的嫁妆，世子不必上升到这种地步。你去看谁，孟央也好，程央也罢，我不在意。既然你不让我查，那我只好报官了。不论是谁换了御赐之物，都要查出来。听兰，慢着，母亲怎么来了？你嫁妆当真被人换了，还怀疑是舒朗做的？不是我怀疑，而是只有舒朗单独进过我的库房。若是你诬陷了舒朗，该让孩子多么难过！那我便将所有嫁妆赔给他。舒朗断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等他查出来是误会，嫁妆就都归我们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查。我绝不能让舒朗永远担着这份怀疑。公主口说无凭，你写一份文书，若是你污蔑了舒朗，不仅要将所有私产全部交到国公府，还要去祠堂不吃不喝，自省赔罪3日。蠢货，自己装上来了。好啊，不过若是查出来真是二弟弟偷换了我的嫁妆，国公府不仅要将我的嫁妆补齐，还要将我所有补贴你们的银子都还回来。二弟弟
也要受到相应惩罚。公主未免也太计较了些。你既已嫁入了国公府，就是国公府的人，你的银子自然也是。洋洋，别说了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如你这般贴心。好，就按你说的。听兰，去将大理寺丞方大人过来。是。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吗？怎么，世子这还是对二弟没信心吗？说是不请大理寺，我这份文书没有官府见证，赌约字也当不得真。母亲说是吧？我相信舒了。你要请方大人来便请吧。哼，到时候丢人的可是盛之婉你这个蠢货，擅妒跋扈，污蔑自己10岁的小叔子。到时候，即便你的嫁妆都冲入国公府，也不会再有人说什么。盛之婉，方大人还没来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现在说后悔，还太早了。微臣参见庆宁公主。公主这是丢了何物啊？您是怀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真是放肆！竟敢这么推我儿子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打50大板！母亲，侍卫长奉我之命行事罢了。母亲为何抓我过来？儿子还在学习呢。齐书冷，那些东西你可见过？没见过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记得当初你说要观摩大师真迹，我亲自带你到库房去找过。就那一次，我早忘了。齐书冷，我劝你实话实说，那位是大理寺丞方大人，他断过的案子没有1000也有800，寻常人是骗不过他的。我真的就去过那么一次，嫂嫂怎么突然计较了起来？公主明鉴，奴婢没撒谎，二少爷真是去过好几次库房。书冷，说你现在承认自己所犯错事，便能免去体罚。方大人，偷盗物品的体罚是什么来着？成年人鞭刑30，二少爷尚未成年，若诚心认错，归还物品后，小棍30便。30棍，我。盛之婉，你这是在吓唬二弟弟。若你今天没有人证，即便他被你吓得承认了，也不可定罪。就是，你未免也太狠毒了。输了还是个孩子，你就这样吓唬他，还30棍？难不成你要屈打成招？人证是吧？把人提上来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公主，这2人是当铺的，就是他们收了二公子偷去的嫁妆。公主恕罪，小的们不知道这是御赐之物啊！而且七小公子说了，若是我们不收，便叫我们在京城混不下去。小的们不敢跟国公府作对呀！不可能！放肆！你们可知诬陷国公府是什么下场？说，究竟是谁教你们这样说的？小的说的句句属实啊！世子爷若不信，可叫七小公子身边的小厮来对质。住口！竟敢污蔑我儿，拖出去乱棍打死！国公夫人，下官既接了此案，便就容不得此处有私刑。母亲，对质就不必了，将这2人拖出去，把阿忠带进来。盛之婉竟早有准备，看来东西确实是舒冷动了。可那又如何？舒冷是我弟弟，他的东西那么多，费解又如何？他何时变得这么歹毒？为了让我妥协，竟连舒冷也算计进去。阿忠，好孩子别害怕，说出实情。你爹娘都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我一定会帮你求情的。是不是你缺钱用了，所以才偷偷拿了世子夫人的东西出去变卖？是小弟是鬼迷心窍，世子饶命，公主饶命，阿忠再也不敢了。阿忠，你可知偷盗御赐之物是要株连九族的？即便国公夫人替你求情，你和你的父母也都是活不了的。你确定本宫的嫁妆是你偷的？你不必看他什么都决定不了。本宫倒数3下，说你不说实话，那便将你爹娘都带来，一同送去大理寺。3、2。公主饶命，是二公子让小人这么做的，小人实在不知是御赐之物，知道是二公子拿了家里的东西让小人去变卖，小人只是个奴才，实在不该也不能拒绝。你竟敢指认我看你是不想跟在我身边了。你有错在先，竟还敢威胁下人，天子脚下岂容你这样放肆？来人，将二少爷拖下去，打30棍！你住手！阿忠并无证据，你如何能确定他说的就是真的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给舒冷定罪，就是为了叫我妥协。盛之婉，说你还想要这个家好好的，便认输收手吧。阿忠，你可有证据
上一世齐收郎赌博的事情败露，就是因为阿周一直在给他记账，而账本丢失，齐收郎才被发现一直在悄悄赌博。有的，小人有证据。青兰，你去拿了，交给方大人。启禀公主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全了。有劳方大人，此后便是家事了。那臣便告退了。来人，把齐收郎拖下去！住手！你究竟要怎样才肯收手？不过是几件嫁妆，我按照赌约还你便是了。舒朗才10岁，你这样未免也太过于歹毒。歹毒！来人，把齐收朗拖去大理寺，以偷盗御赐之物之名入狱。明日午时斩首示众。沈之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齐书宪，这才叫歹毒。杖责3世和斩首，你们自己选一个吧。公主殿下，您怎能因此争风吃醋，就如此对待自己的小叔？您当真不顾念世子爷与您的情谊吗？既然你这么念这份情谊，便替二弟弟分了这30棍吧。好，我去便去。肚子好你这疼！毒妇，洋洋她还怀有身孕，你气得她动了胎气，对你有何好处？装的情深，也不过如此。齐书郎，你自己选一个吧，30棍还是掉脑袋？我选30棍，拖下去。对了，齐书郎，收起你那个眼神，否则我这毒妇可是会挖人眼睛的。满意了吗？距离我满意还差得远呢。齐书宪，你们一家欠我的又何止这些？我一定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沈之婉，今日发生之事，是不是都是你算计好的？世子多虑了，我又不是算命的，怎能料事如神？松手，我累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我的嫁妆尽快给我补回来。是不是真要我和孟央发生了什么，你才知道后悔？请世子带着母亲和孟姑娘离开。对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欠我的东西记得送来。来人，将公主的东西都清理出来，给她送回去。我最爱的屏风，家门不幸啊！怎么会娶进来如此毒妇？母亲，快去请宋太医来替母亲瞧瞧。世子爷，上回国公夫人差我们去请过宋太医，却被小宋公子拿着扫帚打出来了。他说以前宋太医来国公府是看在公主的面子上，如今国公府都敢欺负公主了，他们宋府不欢迎我们国公府的人，还说赶紧说，还说夫人的药是公主每日亲自熬制2个半时辰才得出的治病的良药，最近若是恶化，定是因为没人愿意耐心熬药了，说夫人是活该。毒妇，毒妇！为了一点小事闹得家宅不宁，现在还想活生生气死我，害死我！母亲，去请其他太医。是。因为一点小事就不给婆母熬药，这样不孝的儿媳传出去得被唾沫淹死。书信，从今天开始让沈之婉再回来给我熬药，若她不来，即便是圣上赐婚，咱们国公府也容不下这样不孝的媳妇儿。让儿子去试试吧，东西都在往回送，他应当开心一些了。我再承诺一下，狐朋母央，或许他就能解气了。世子可是来归还我的嫁妆的。我就不信你听不到外头的动静。母亲吐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吐血了就请大夫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拜你所赐，宋太医不愿再来国公府了。我曾经帮过宋太医的忙，宋太医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来给你母亲治病，如今还完人情，不愿意来了有什么不对？可那是我母亲。所以呢？好，宋太医的事情我不与你计较。听说之前都是你给母亲熬药的，以后还是由你继续熬吧，免得别人智慧。我不怕被人智慧，若你害怕，便自己熬去。不过2个时辰，世子为了孝道，一定能做到吧？若是以后有人智慧，那便让他自己去熬上2年药。你不熬就不熬，说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话，不就是想逃避责任吗？哼！这世子爷也真有意思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竟想让公主去做。公主熬了整整2年的药，加起来那可是900多个时辰呢。她怎么不叫那姓孟的小蹄子去熬？公主殿下，民女孟央求见公主殿下。
怪你这个乌鸦嘴，刚说他这个不吉利的东西就找上门了。老天爷，让这个不吉利的东西带着他那小不吉利的东西一起滚出去吧！好了，去开门吧。本宫倒要看看他又要整出什么幺蛾子。公主，民女自知卑贱，不该来求你，但民女听说夫人病重，民女前来请求公主不要因民女同世子之气。若公主实在容不下民女，民女愿自请离开国公府。你还怀着身孕，如此跪着，就不怕伤到腹中胎儿？只要公主愿继续为夫人熬药，让民女跪多久都可以。既然你这么有孝心，就去大厨房拿了药方自己熬去，少来打扰本宫休息。民女愚钝，做不好这样的精细活。那药每天要熬2个半时辰，那就是5个小时。我疯了，才会为一个死老太婆花那么长时间。愚钝？本宫可是听说孟姑娘在军中连军医的话都不听呢，还用了什么缝针、开刀等怪异方式治好了不少将士。本宫看没人比你更适合熬药了，去吧，展现你的孝心去。按旨，关门。盛之婉，你在干什么？公主，您受伤了，奴婢给您包扎一下。世子，你干什么？又不是公主。不是公主推的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世子爷，不要怪公主。好痛，好痛！世子爷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该死，这里怎么会有苔藓？我明明设计好的动作，怎么真的摔了，撞到了孩子？孩子可是我唯一的筹码了。你怎么这么善良？我都亲眼看见就是他推的你，你还替他说话做什么？你不要说话了，我带你回去。世子，不是公主。听兰，公主。为什么不让奴婢说？明明就是那个女人自己摔的。你觉得她会行吗？原本留着这个青苔是想防患于未然，没想到竟真防成了。恶有恶报，她肯定想假装摔倒，结果因为青苔真摔了。若孩子保不住，当真就是老天都看不下去她作死了。本宫倒想她孩子保住。世子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我不想失去他，他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了。不会的，洋洋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你别胡思乱想。大夫，现在是何情况？心肾存弱，沉色内郁，乃流产之象啊。你可有办法？有，不过缺一味世间难寻的特殊药材——天竺果。半刻钟之内，若是能拿到天竺果，便能保住孩子。天竺果，盛之婉有，我去找他要。嗯。齐书宪，你来做什么？我记得你有天竺果，给我。你推了泱泱，害他差点小产。如今大夫说，只有天竺果才能保住孩子，快点把天竺果交出来。孟央都说了是自己摔的，你凭什么说是我推了他？再说，你是忘了我为什么会有天竺果了吗？你不要拖延时间，现在泱泱腹中的孩子等着天竺果救命。若你再不给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？世子当年落入冰湖，若不是我下去救你，你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儿威胁我吗？我自母体带出的寒毒，也因那次越反严重。那又如何？如果不是你害他摔倒，我也不至于要来找你要天竺果。是我着人压他前来跪着的不成？还是我让他扑到我身边，我才有机会推倒他？世子爷，这是孟姑娘自己摔倒的。公主每到冬日便饱受寒毒之苦，若没有天竺果，她根本熬不下去啊！要不是你不为母亲熬药，她会特地来求你吗？这一切都因你而起，是你害了她。区区寒毒又不会死，可她腹中孩子等不起。天竺果在哪儿？快交出来！区区寒毒，好啊，我可以交出天竺果。不过吃下这颗毒药，接下来的3个月，每夜都要感受寒毒之苦。只要你服下，
最后一颗天竺果便是你的了。这好，你就是太矫情，一点疼痛便觉得熬不下去。我在前线受了多少伤，怎么可能怕这种死不了人的小痛？天竺果呢？不要啊，公主！寒毒发作那般痛苦，没了天竺果，你可怎么熬啊？公主，未央院传来消息，孩子保住了。天色暗了，奇书县的寒毒也该发作了。泱泱的孩子总算是保住了。来人，给我端盆热水！这就是寒毒吗？在没寻到天竺果之前，盛之婉是如何熬过去的？原来寒毒竟比刀剑之伤难熬上100倍。我是不是该去跟盛之婉道个歉啊？公主，库房的人太过分了，竟把您花钱买的银丝炭都送到了未央院，只能给我们黑炭，那多削人呢！凭什么？公主，您还笑？您不生气吗？的确该生气，要不本宫去文熙院质问一番？倒也不必，但您真的以后都不管家了吗？那岂不是咱们去宫中拿银丝炭都拿不着了呀？银丝炭没了再买就是，反正咱们也不缺这个银子。管家我是一定不会再管了，都要和离了，还管这么多做什么？公主，您真的打算和世子爷和离吗？当然，要不然我为何交出管家权？之所以清点嫁妆，也是为了和离的时候方便带走。滚出去，或者你想被人丢出去。来人！无事，听兰，你先出去等着。盛之婉，你当真想跟我和离？怎么，不行吗？你厌恶我善妒狠毒，差点害你的孟姑娘早产。我嫌你言而无信，脏了身子。我们何必相看两厌？我没有言而无信，我都说了，我是被人算计。你究竟要怎样才能不闹下去？上辈子我寒毒犯了，冷得受不了，还得卑微哀求你赏我点炭火。可这银丝炭，分明是用我的银子买来的。我知你畏寒，取了些银丝炭来，让你夜里好受些。之婉，我们和好吧，就跟从前一样。不必了，你所谓的和好和以前，其实是用我的处处妥协换来的。你以前看不见，我也不在乎，但如今我在乎了。之婉，你听我说。世子，请你回你的未央院，那里才有需要你一心一意陪着的女人。你，全当你说的气话。等你冷静些，我再来。若不是为了我，舒仙怎么会受这般苦楚？夫人已经答应给我拨银子开火锅店了，我一定会帮你撑起国公府。我把21世纪河底捞的经营理念搬到这古代来，那不是降维打击吗？火锅店。他还让人给一个叫张大虎的百夫长送信。是他。在那儿。要怪，就怪你挡了我恩人的路。
安然，不要，是你！上！齐国公府的颜面被你丢完了。平兰，拿件男装。是。这一次，你们的算盘要落空了。客人这次可是要品茶。我要见伤刑玉。在下不明白客人的意思。主子。公主想见我。商二公子，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公主想跟在下做什么交易？护送她回国公府，别让她发现。是。公主，刚才夫人院子传来消息，昨晚夫人睡梦中有神仙入梦，想让公主今日去城外朝阳寺帮忙还愿，咱去吗？什么梦中神父？夫人明知公主危寒，还让您出城，肯定没安好心。你以为他真的只是让我去还愿吗？不过是为了让我低头服软，顺便不用还那2万多两银子。只不过这其中怕是还有孟央的手笔，他想借此外出毁了我的名声。既如此，我就陪他好好玩玩。夫人呢？夫人去朝阳寺了。朝阳寺附近有山匪出没，她怎么会去啊？这出去多久了？约莫小半个时辰。这会儿应当还没出城。世子可是有事情找世子夫人，小的这就让人去追，应该还能追得上。借这个机会让他长个教训，待他绝望之时，我再出现将他救下，让他明白能依靠的人只有我。不是，你且去忙吧。总是喝花酒，也没什么意思。今日我们玩些有趣的。什么有趣的？朝阳寺的事，各位也有所耳闻吧？有没有人敢跟我去一趟？胖、怂，谁怕了？去就去，驾！商儿，那不是国公府马车吗？那是不是庆宁公主？哇，想不到庆宁公主这般绝色，齐世子还能被人勾了去，也不知那孟娇娘得是何等姿色。商二公子、叶大公子、裴公子。公主这是要往哪里去？朝阳寺。真巧，我们也是要去那儿。是吗？那不如一同走吧。早知道不答应一起走了，这慢悠悠的到什么时候？谁让你答应的？那你们不也没反对吗？商儿，你瞧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国公府的马车似乎有些配不上公主。马车不都是这样吗？若我是公主的夫君，定要亲自打造一辆适合她的马车，让她金尊玉贵的躺在上头。你可闭嘴吧！什么混话都敢乱说。怕什么？反正听到的只有你们。站住！站住！什么情况？似乎是遇到打劫的了。敢打劫咱们，这些人不要命了吗？喂，毛贼们，知道轿子里坐着的和小妍是什么人吗？居然，我操！小心！小心！
回事？世子夫人，快回去！住手！上辈子张大人就是为我而死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重蹈覆辙。你们的目的不就是我吗？只要你放过其他人，我同你们走；否则就是死，我也不会落在你们手里。世子夫人，各位大哥行行好，放了我们，我们绝不会把这里的事说出去。孬种，商儿平时最讲义气，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？看来他还要后手。娘的，我说美人儿，都这样了，还用自己威胁我？放过这帮孙子！不只是他们，还有我的随从。看在美人儿这么重情义的份上，放了这群孬子又如何？走。公主，奴婢就是死，也要跟你死一起。奴婢亦是如此。把这些娘们儿都给我带走，老子的兄弟们都等着当新郎官呢。姐姐，要怪只能怪你挡了我的路。你就是那狗屁的庆宁公主，美是美，可惜心肠却狠毒，连老子的恩人都敢害。公主又如何？落到这里就是被千人斩、万人骑的东西。公主，我来了！杀人了！叫！别动！你们恩人杀了我，你以为自己能逃掉吗？贱人，放了我恩人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张大虎，你当孟阳是恩人，为了他要杀我，却不知若是没有他，你弟弟不会死，你也不会成为如今的半残之人。什么意思？你给老子说清楚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我恩人还会害我？你少他娘的挑拨离间！既然你觉得他是恩人，不妨让他解了我这针术，如何？盛之婉，我就学了点护理，哪里会解阴针？孟姑娘，救救我！我疼得快死过去了。我什么？孟姑娘不是医术惊人吗？莫不是要见死不救？你少胡说！姑娘，这是你要的银针。这我要怎么解啊？孟姑娘，求你了，快救救我呀！我快撑不住了。我马上，应该是这里。好疼！孟姑娘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吧？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你不是神医吗？孟姑娘，你觉得这次要卸掉他另外一只胳膊吗？我还在想，这解针哪有那么简单？首先现在你还觉得他是恩人吗？你骗我！你根本就不会医术。我不是救了你吗？即便你失去了一只手，那你也还活着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你要恩将仇报吗？是吗？可当初他的胳膊敷上草药就能好，是你让人断了他一只手，还有他的弟弟。他弟弟那是意外，是他的命不好。现在是你的命不好啊！亏我把你当恩人，对你唯命是从，可你骗我、瞒我，还害死我弟弟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张大虎，你敢？我可是世子的女人。世子能让我弟弟死而复生吗？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公主，求你了，我还怀着世子的骨肉。子帆，若不是我早有准备，将计就计，你对我会有半点心慈手软吗？这样的贱人就不配活着！吃完，别碰，我来救你了。世子来的还真是快，我以为你是想等我凉透了再来呢。你怎会安然无恙？那这上面的人，
泱泱，丢在上面的人怎么会是泱泱？泱泱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不是你做的？盛之婉，蛇蝎心肠，设计泱泱。世子这话着实有趣。吊在上面的人不该是孟姑娘，那世子认为被吊起来的人该是谁？我吗？我并非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好奇，出来为母亲祈福的不是你吗？为何泱泱也在这里？又为何你安然无恙，泱泱却受了伤？世子怕是对你的孟娇娘不够了解，他跟公主是一伙的，想要我的命，还请世子为我做主。什么？之婉，我明白你对我的一片痴心，因为泱泱你心中不痛快。可我几番同你保证，你才是我心中最真爱之人，你如何才能？世子，我看您真是昏了头。我们公主何等的高贵，会为了个低贱的农女做出这样下三滥的事吗？就因为孟娘子2句话，我们公主在世子眼里就这么卑劣吗？世子如此，实在是太伤公主的心了。之婉，世子，我的肚子好疼。泱泱，我这就带你回去，你会没事的。公主如何待我不要紧，可我的孩子好疼，世子，我好疼啊！千不该万不该动泱泱的孩子。来人，把世子夫人押回府。只要你不想，谁都带不走你。生二公子，她是我的夫人。谁家夫君会同你一样，抱着小妾把正妻当犯人押解回去？既如此，齐世子不妨放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公主自有我照料，齐世子请便。世子还想跟我争上一争，你是有时间，可你怀里的美人怕是撑不住。之婉，跟我回去啊！世子请回吧，马车太拥挤，我怕闷得慌。哦，非要跟我怄气，随你，你别后悔。将这些山匪都给我带回去，要细细的盘问。公主真是舍不得了。商二公子，这眼力还需多练练。可我舍不得了。什么？每次与公主分开，我都舍不得。其实方才我并没有开玩笑，齐世子松开的手，我会握得比他更紧。孩子，我的孩子还好吗？孩子保住了。泱泱，别怕，你那日怎会出现在朝阳寺附近？发生了什么？是公主，她想害我们的孩子。世子，我好害怕。这个毒妇，我们国公府的血脉都不放过。他人呢？他回来我势必……世子夫人回来了。泱泱莫怕，我在，凡事有我。我国公府绝不能容忍这等毒妇。他在哪儿？就在国公府门口。走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。母亲，她到底是公主，切莫为了贱妾得罪她。世子，快去拦着些母亲，莫要因我闹了不愉快。泱泱，你就是太懂事了。盛之婉，你是公主，是正妻，是知道了我在设计你，可那又怎样？世子不还是向着我？盛之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又不是世子，说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最后却跟别的女人风流留住，怎么没脸回来？公主，我知你因世子疼爱我而吃醋，可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该与张大虎那样的匪徒厮混呐！这件国公府的脸面往哪搁？孟姑娘颠倒黑白的本事，真是令本宫瞠目结舌。够了，盛之婉，你说是清白，为何你的簪子在张大虎手里？为何他待你那般客气？又为何为了你伤我的泱泱，你还要继续装吗？那世子呢？世子明知我会遇到危险，为何赶来的这般迟，耽搁了？还是说想为我收尸？我自是耽搁了。那世子回来可有仔细盘查？
若你盘查，必会发现张大虎与孟姑娘有书信往来，一口一个恩人，一句一句的赴汤蹈火，而我只不过是捅破了他们的骗局。洋洋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可有什么瞒着我？幼云，也就你齐书宪这么蠢，会上当。前朝有位赐了诰命的董夫人，也曾被山匪掳走过。后来她被救回，为了证明清白，提出自愿受真刑，还将全部嫁妆交给夫家保管，这才获得夫家谅解。志婉，书宪也是对你关心则乱，毕竟你一夜未归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？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一夜未归，终究对你的名声有碍，不如你就效仿前朝董夫人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如此旁人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。母亲这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我不愿意。好孩子，母亲这都是为了你好，难不成你要背着烂臭的名声，往后你又当如何见人？公主，不如你就说出实情吧。昨晚是那张大虎强迫的你，我也可以为您做认证，您是受委屈的，想来世子也能谅解。如今是你对不起我国公府，还摆出这盛气凌人的样子给谁看？盛之婉，能不能收收你的架子？我对不起领国公府，如今倒知道对不起了。你和孟阳翻云覆雨的时候，可记得我们的诺言？能一样吗？我是男子，本就该三妻四妾，可你一个女人，为人妇就该遵守妇道。你，从前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嫁你。如今看来，当真恶心。盛之婉，不就是想要我自证清白吗？好，我成全你们，你们别后悔。之婉，你当真愿意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受了真刑，把她的嫁妆都拿过来，全都是我的了。看他盛之婉往后还狂什么？打死他！不必如此麻烦。他该不会是反悔了吧？到手的嫁妆可不能飞。之婉，这又是怎么了？方才不还答应的好好的？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名节，不如此，如何堵得住外面的悠悠众口？母亲真心为你好啊！公主一面说是清白之身，一面又不肯受刑，可毕竟一夜未归，且生得这般花容月貌，我若是男人，也为之心动。之婉，你告诉我，昨夜你是不是？齐书宪，是非对错，你心中不是早有评断，何必再做样子？既如此，你我和离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不行，不能和离。你的嫁妆，我是说，之婉，你别冲动。母亲还不知道吧？我与世子未曾有夫妻之实，这证明便简单许多。来人，取蝰蛇果来。这蝰蛇果，闺阁女子食用会觉得甘甜解渴，若是出嫁女子食用，便会须臾间浑身上下生出密密麻麻的红色疹子，且这疹子需要好几个月才能褪去。本宫现下便用这果子验证清白。之婉，何必这么麻烦？这果子最伤妇人的身，你如何能？我如何不能？母亲敢用吗？我竟忘了，孟姑娘腹中还怀着世子的骨肉，如此，这蝰蛇果就成了剧毒。你们自然是不敢的。什么？齐世子居然有孩子了？难道是孟娇娘的孩子？这不是让堂堂公主给农女养孩子吗？够了，盛之婉，你说这些无非是争风吃醋。你要是气泱泱有我的骨肉，我给你个孩子不就行了吗？何必闹成这般？也不嫌丢人。齐书宪，你真味道挺甜的。怎么会啊？你昨夜没有？世子管不住下半身，便当所有人都这般亲近。之婉，我不是，我方才不是不信你，就是太担心了。言语若是伤了你的心，我托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回到从前去。你配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可能还是清白的？有趣，你这个做母亲的，竟还盼着我给你儿子戴绿帽子。之婉，你怎可这样同母亲说话？亏得她方才字字句句为你考虑，快同母亲道歉。为何要我道歉？你的母亲同我有何关系？我们马上就要和离了。盛之婉，
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是在耳背吗？我方才就说了，与你和离。台下众人皆是见证。我若不同意，便和离不了。你只能是我的妻。谁说和离不了？我来为公主撑腰了。商二公子，这是我国公府的家务事，还请你莫要插手。若是我就要插手。伤心玉，我要去陛下那里参你。齐世子，烦请跪好，我此番就是代替陛下过来宣旨的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会？陛下圣旨在此。陛下圣旨在此。齐世子，这是要站着领旨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之晚乃是朕心头瑰宝，却在齐国公府一再受辱。既你齐家不珍惜，此婚事可作罢。这怎么可能？齐世子，领旨吧。伤心玉，你一再如此，意欲何为？世子不知，商二公子如此维护公主，想来这也非是一朝一夕的情谊了。可公主既然为世子夫人，怎可跟外男拉扯，如此多伤世子的心？盛之婉，你早该为我让路了。从此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盛之婉，你以为你离了我，你还能有什么好的夫家吗？只要你现在跟我认错，我就去求陛下收回旨意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好过日子。谁说没有？多谢世子放手。不可能，你们！之婉，别走！之婉，国公爷回府。国公爷，你这是？这是我与陶娘的孩子，以后就记在你的名下，当做嫡次子养着。你竟敢让他把孩子生下来？那怎么了？你又不能再生，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国公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跟这个贱人生的孩子，竟还要记在我的名下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身为主母，连个孩子都容不下，度量如此狭隘，你是要传出去作为笑柄吗？我不管，我绝不容许这孩子进门。那我就把你扫地出门。国公爷，你这是……没错，再敢阻拦，我就休了你。母亲，夫人，果然，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，是不知道疼的。商二公子无需这般注视本宫。我昨夜以及刚刚的话都绝非笑谈，字字句句肺腑之言。商二公子，你这莫不是我求你帮了个忙，便从此赖上我了吧？那日，即便你不找我，我也会主动送上门去，护你周全的。商二公子，我与齐世子和离，名声事。我不在意，我从来不在意这些。商二公子看不出来，我对你只是利用吗？我愿意被公主利用，哪怕一辈子。小贱人，这个狐媚的贱人！大夫刚刚瞧过了，夫人这病需要细细养着，只是这药……这药怎么了？去抓不就好了？府里只有200两纹银了。什么？我齐国公府万贯家财，怎么只剩下200两纹银了？钱呢？钱都去哪里了？怎么回事？盛之婉呢？再不济，他那里不是很有钱吗？母亲病了，做儿媳的理应孝顺。他人呢？他跟我和离了。你说什么？她可是公主啊，家财万贯不说，就凭太后和皇上对她的宠爱，也够你少奋斗30年。你就这么让她走了？这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往后交给谁？国公，此事不能怪世子，是公主自己要离开的。她的心早就不在府里了。至于打理国公府，我也可以的。你一个农家女，还能跟公主比较上了？也不照照镜子！老不死的家伙，竟敢如此羞辱我！我们走着瞧。且先不提盛之婉的事，即使没了她的嫁妆，我堂堂国公府怎么会只剩下200两银子？其他的钱都去哪儿了？回禀父亲，为了贴补家用，不让盛之婉以嫁妆之事拿捏我们，泱泱和母亲商议，拿钱在城中开了几家火锅店，
就她，一个出身低下的农女，也会做生意。我世子，您为奴家说句话啊！父亲，泱泱也是一片好心。好心？她要是好心，就不该爬到你床上，坏了你和公主的婚姻。让她进齐国公府的门，就是我齐家塌天大祸。要不是她哄着你母亲开那个什么火锅店，府里会只剩下不到200两纹银。府中拮据只是一时的，等火锅店正式营业，相信不久就会有所回报了。那你说你母亲的病现在要怎么办？先用200两纹银，其他的我会想办法。想办法？我和陶娘的孩子可等不起。既如此，就当是你母亲的命不好，等死就是。你好狠心！哼，论狠心，当属你第一。当初你让芝婉收孟央的孩子做嫡长子时，说的大义凛然，我还真当你是个宽容的主母。怎么让你把陶娘的孩子记在名下，你就不愿？父亲，你如何能这样对母亲？没想到你竟是这样无情无义之人。那200两我会先拿去抓药，至于你的私生子和外室，随你怎么做。哼。哎呀，苏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内是阿杂，咱们去外头坐着聊。不必了。咱家是来宣旨的，齐国公、齐世子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齐国公任户部官职，私自动用国库，掳夺爵位，贬为庶民，没收家产。其子齐书宪在军营中错信农女孟央，对众多无辜将士惨死。朕念其有功，降其为百夫长，钦此。动用国库？你疯了吗？钱呢？莫不是用来养陶氏那个贱坯子了啊？都怪你这恶妇！若不是之前把钱管得死死的，我何必动国库养着陶氏？百夫长，我努力了这么久，竟变成了百夫长。齐百夫长，接旨吧。谢圣上隆恩。哼，世子，你还好吗？走开！都是你！自从你出现，就没一件好事。外头还传你是什么天命之女，我呸！那画本子是你自己写了传出去的吗？我没有。书宪，我肚子好疼，孩子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在骗我！芝婉，这东西倒是精致，你可喜欢？确实精巧。哼！盛之婉，是不是你让人写的花本子？上册将我捧到天上，下册却让我坠入地狱。原先请我去当女先生的女子书院都不要我了，害我只能在这儿干这种脏活累活。有道是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有今天，都是你自己自找的，与我何干？现在京城最火的河底捞火锅店，那是我的，你把火锅店还给我。说到火锅店，我还真要感谢你，给我做了嫁衣。父皇抄没了齐国公府后，把火锅店送给了我。没想到这个火锅店竟然火遍了整个京城，赚取的银钱现在都快堆满了我的府库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是你自己不知廉耻，刚愎自用，害了那么多人，还不承认？自作孽不可活。对吧？如今我已知道，当初我在军营收到的锦囊妙计都是你送来的，还有那些急症的药方亦是你给军医的。这晚我知道错了，我一定会改的。咱们回到从前那般，好不好？抱歉啊，齐将军，不是，现在是齐百夫长了。商行月，我和芝婉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关我的事，毕竟芝婉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合离才1年而已啊！当初我们尚未合离，你都带了孟央回来，如今我们合离1年了，我再有未婚夫有何不可能？难道我要为了你一个烂心烂肺的男人，守一辈子寡不成？我们走。你这是答应我了？演戏而已，放手。不放。我说过，只要你给我一次牵你手的机会，我就不可能放开。无赖。无赖就无赖吧，只要能找到夫人，当无赖也行。